夜幕降临，金边的街头霓虹闪烁，一派繁华景象。在这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，却隐藏着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世界，一个充斥着犯罪、欲望和绝望的世界。在这里，人性的恶在这里很容易暴露出来，罪恶如同野草般疯长。柬埔寨的法律执行不严，使得一些人有恃无恐，认为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。廉价的性服务和毒品对一些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。一些人可能认为在异国他乡做一些在本国不敢做的事，能够获得某种刺激和满足感。这个被称为罪恶之都的地方究竟有多恐怖？为什么它会成为各国男人潇洒的天堂？漫步在金边的街头，你很难不注意到那些形形色色的按摩店和酒吧，它们就像是城市的毒瘤，在每个角落悄然滋生。走进这些场所，你会发现里面的世界与外面判若两人。灯光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劣质香水和烟酒的味道，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们坐在吧台前，用挑逗的眼神勾引着每一个进门的客人。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这些女孩的笑容背后却是无尽的辛酸和痛苦。有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，更有一些可怜的姑娘甚至是被自己的父母卖进了这个肮脏的行业。在金边、西哈努克这些大城市里，红灯区的规模之大，足以让任何人瞠目结舌。一位从事性交易的女孩名叫玛丽，化名，今年只有20岁。玛丽告诉媒体，她来自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。为了供弟弟上学，她被父母送到了城里工作。起初，她以为只是去做服务员，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无尽的噩梦。第一次被顾客带走的时候，我哭了整整一夜，玛丽说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但是现在我已经麻木了。玛丽的遭遇并非个例，在柬埔寨，像她这样的女孩不计其数。更让人发指的是，那些犯罪分子为了控制这些可怜的女孩，甚至不惜使用毒品。一旦上瘾，这些女孩就会彻底沦为他们的摇钱树。性交易只是柬埔寨黄赌毒问题的冰山一角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人口贩卖、铜妓、毒品泛滥等问题同样触目惊心。说到人口贩卖，那简直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话题。被贩卖的男性通常被迫从事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，而女性的命运则更加悲惨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人甚至被当成了人体器官库，随时可能被摘取器官。一位从这种诈骗园区逃出来的年轻人告诉记者，那里的生活简直就是地狱。如果有人不配合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毒打、电击，有时甚至会被关在笼子里示众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受害者实在受不了虐待，选择了自杀，而他们的尸体就会被摘除器官拿去卖钱。赌博问题在柬埔寨同样不容小觑，边境地区的赌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不仅为赌徒提供场所，还成为了洗钱的温床。赌博业的繁荣带动了高利贷、性交易等相关产业的兴起。有些赌徒输得倾家荡产，为了还债，可能被迫去做一些违法的事，甚至卖掉自己的器官。面对如此严峻的犯罪问题，柬埔寨政府的应对却让人哭笑不得。表面上，他们声称要严厉打击犯罪，但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。政府的腐败问题严重，甚至有传言称一些高级官员参与了这些不法勾当。基层警察想要打击犯罪，却常常被上级阻拦。这种情况下，犯罪分子自然是有恃无恐。曾经也有辉煌历史的柬埔寨为什么会变成现在呢？柬埔寨其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从公元1世纪下半叶建国，历经了3个不同的发展时期，分别是扶南、真腊和吴哥。在柬埔寨的历史中，吴哥王朝是柬埔寨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当时柬埔寨的国力强盛，文化发达，创造了让世界感叹不已的吴哥文明。
但是到了近代以后，柬埔寨因为受到法国的影响，从而失去了自身的政治权力，成为了被操纵的傀儡。随后第二次世界战争爆发，柬埔寨又再一次受到了日本的侵略，国土又被日本军国主义占领。日本在1945年投降之后，柬埔寨也还是没能拿回自己的主导权，又重新被移交给法国。可以说，柬埔寨发展到了近代，人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，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，一直都活在别人的掌控下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53年，柬埔寨终于完全脱离了法国的摆布，结束了快100年的殖民统治年代。原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换来安稳，重新开始建设国土，但是没想到一个名为朗诺的集团开始对政府发动反抗，想要推翻当时的西哈努克政权。因为柬埔寨才刚刚恢复自主权没有多久，就又出现了这一遭，所以西哈努克政权没有坚持太久就被推翻。朗诺集团主导了政权之后，将国名改了为高棉共和国。但是西哈努克亲王并没有就此放弃，这条路走得十分艰辛，但是好在大家团结一心，在柬埔寨人民和西哈努克的努力下，最后解放了首都金边。这一举动也就宣告朗诺政权的灭亡。不久之后，红色高棉就上台进行执政，但因为其颁布的相关政策十分极端，引起了民众的不满。于是乎，越南军队来到了柬埔寨，成立了今天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。在越南的扶持下，这个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承认。西哈努克、宋双、乔森潘由3方组成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柬全国最高委员会，西哈努克出任主席，来试图结束柬埔寨国内的混乱局面。随后还因为柬埔寨国内的问题，在巴黎举行了相关会议，签订了相关的协定，才平息了这些年来持续不断的战争。1993年，柬埔寨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首次全国大选，并且颁布了新的宪法，改为柬埔寨王国，西哈努克重登王位，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。虽说柬埔寨这些年来没有再出现大型的战争，但是因为遭受了多年战争的侵袭，所以想要重新发展起来需要很久的时间。再加上柬埔寨的国力原本就比较薄弱，政策相对来说也不是很完善，这就给很多犯罪分子一个可以躲藏的好地方。之所以在柬埔寨枪支泛滥，是因为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动荡之后，这些武器并未得到有效的收缴和处理，于是大量武器就流入了民间。再加上柬埔寨的政治环境比较复杂，可能会有一些政府官员和社会黑暗势力涉及了武器走私和贩卖，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枪支的泛滥。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、贫富差距大等社会问题，部分民众可能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武器以自保或从事犯罪活动，因此在柬埔寨才会出现枪支泛滥的混乱局面。而且除了本地的一些不法分子之外，这里还有着许多跨国犯罪分子和组织。因为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，柬埔寨的政策环境相对宽松，法治建设尚不完善，这为犯罪分子提供了藏匿和逃避法律制裁的便利条件。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这些漏洞，在柬埔寨进行各种非法活动，而不易被发现和打击。再加上柬埔寨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与中国等周边国家距离较近，使得犯罪分子能够轻松地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和藏匿。犯罪成本相对较低，犯罪分子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各种非法活动，如电信网络诈骗、毒品走私、非法集资等。这些活动在柬埔寨的监管和打击力度相对较弱，使得犯罪分子能够获取高额利润而无需承担过高的风险。尽管近几年来，各国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合作成果，但是跨境合作逮捕犯罪分子仍存在着诸多挑战。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制度、执法机构和工作机制存在差异，跨境合作需要克服诸多障碍和困难。因为柬埔寨的经济相对落后，
所以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农业，只能采用传统的农业手段进行种植，这就导致许多家庭面临生计问题。而在柬埔寨女性的地位比较低，所以在有的贫困家庭，女性为了生计被迫从事性交易，而这种现象又进一步助长了性交易市场的繁荣。在柬埔寨，社会观念对性交易持相对宽容的态度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对性交易行为的谴责和打击力度。还有一些犯罪团伙通过诱骗、胁迫等手段控制女性从事性交易，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。这些团伙往往与政府官员、警方等存在勾结，使得打击性交易变得更为困难。贫困和失业是导致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在柬埔寨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就业机会有限，部分民众可能因生活所迫而走上犯罪道路。除此之外，在柬埔寨还有一大问题是贪污腐败，部分政府官员和执法机构人员可能收受贿赂，包庇犯罪分子，从而加剧了犯罪活动的猖獗。除了柬埔寨社会对于犯罪分子的宽容之外，还有金三角对柬埔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。金三角是位于东南亚泰国、缅甸和老挝三国边境地区的一个三角形地带，得名源自于旧时全部是用黄金交易毒品，故称为金三角。曾经这个地方因为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，成为了罂粟的主要种植区，也是全球最大的鸦片产地之一。在上世纪，由于毒品贸易的蓬勃发展，这就成为了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。尽管后来一些国家采取了反贩毒行动，但毒品问题依然难以根除。而柬埔寨就正好紧邻金三角地区，这一地理位置使得柬埔寨成为毒品贩运的重要通道和中转站。世界上大多数毒贩选择在这里进行毒品贩运，金三角地区生产的毒品有很大一部分会渗透到柬埔寨，并可能进一步扩散到周边国家和地区。柬埔寨的毒品滥用问题也相当严重，在柬埔寨的一些城市，特别是首都金边，都存在着毒品滥用的现象。这个严重的问题还为黑势力的滋生提供了温床，一些黑社会组织通过控制毒品交易获取巨额利润，并借此扩大其势力范围。这些黑社会组织往往与政府腐败问题相互交织，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柬埔寨政府的腐败，所以就使得打击毒品犯罪变得更加困难。尽管柬埔寨政府试图通过发展替代经济来减少毒品种植和贩卖活动，但这一努力面临诸多困难。由于毒品种植和贩卖带来的高额利润，许多农民仍然选择种植罂粟而非其他农作物，这使得替代经济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显著成效。因此，想要打击柬埔寨的犯罪还是一个从长计议的难题，毕竟在这其中涉及了太多的根本问题。比如，民众的生计困难只能够通过种植罂粟来谋取生活所需的钱财，而政府的统治腐败与黑社会势力勾结，形成了一个死循环。所以，柬埔寨的治理需要从经济、社会、安全等多个方面入手，可以通过加强经济多元化、改善营商环境、发展基础设施等推动经济的发展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反思，为什么会有人将柬埔寨视为潇洒的天堂？这种扭曲的价值观，不正是滋生犯罪的土壤吗？每一个到柬埔寨旅游的人都应该保持警惕，尊重当地的法律和文化，而不是将其视为放纵自己的场所。尽管柬埔寨面临着诸多问题，但这个国家并非只有黑暗。在那片土地上，依然有许多善良勤劳的人民，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。我们应该用更加理性和客观的眼光看待柬埔寨，既不回避其存在的问题，也不能将整个国家妖魔化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，也是为自己出行安全做出更多的考虑，不是吗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再会。